元石，今日感觉如何？孩儿有些饿了，快去传膳。是。太子的病情这么快就有了起色，多亏濮阳上师为他施法定神。太子玉体不安，乃是时症与风邪交感而至。太医们治病，在下驱邪，两相补益，方有疗效。上师一向谦逊，从不独自居功。谬赞。长林王爷已经在返京的途中，不管事件如何发展，由谁主理，你和兵部总归不可能再沾手了。只希望这个时候自己派出的人能够把大同府的事情打扫干净，其他多思无益。玄大人，宋大人。宋大人脸色暗沉，有运数衰微之兆，晦气自北方而来，近来府上可好啊？你说什么？人生在世，运数起起落落乃是常态，大人不必惊慌。告辞，告辞。这个濮阳英，虽然他有上师尊号，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白神教的术士，竟如此轻狂。好了，虽然我国中不像南楚，举国尽信白神教，可是也并未禁止啊。皇后娘娘引荐他入宫后，陛下的喘疾和太子的体格都有所好转，不能说他没有功劳的。秦师爷，京城特使已经出京，这个时候你还亲自前来，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？宋大人是你的作师，关系是明摆着的，还要避什么嫌？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把沉船之事掩饰成意外，不能让人抓到实证。你老实跟我说，都收拾干净了吗？说话。当时有艘小客船刚巧跟在后面，船上有几个济丰堂的大夫从水里救了好些人出来。我知道，
事情既然已经失控，便不能留那么多活口，所以立即派人赶去清理。可是什么？虽然最终把客船给撞沉了，可还是有3个济丰堂的人将一个官船上的船老大带走，逃掉了。逃掉了？还没有找到吗？府界全城正在严加搜索，济丰堂在城里开的药房，我也派人时刻监看着，只要有动静，必能知晓。监看？你明明知道是济丰堂救的人，为什么不进去搜查？济丰堂是医家，治病救人口碑甚好，此事又上不了台面，无缘无故如何去搜啊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无论什么借口，马上去给我搜。来，搭把手啊！来了。转过来，我看看。军爷，小侯爷，你们俩干什么？难道您真的要管这个闲事吗？如果那些人所言属实，那这就绝不是一桩闲事。我身为皇室宗亲，既然遇上了，岂能袖手不理呢？哎，最近有没有什么病？侯爷，给侯爷请安。钱参领辛苦。钱参领这是抓捕凶犯。有张贴海捕告是吗？只是些惯犯。哦，惯犯。那钱参领先忙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官兵正在严查，说是追捕凶犯，里里外外全都围起来了。小侯爷想必也是明白，他们追捕凶犯是假，想要抓捕我们几个，才是真的。暗夜之间杀人灭口，这样的事我以前还不大敢相信。可是现在，我们3个都是普通的大夫，原本以为是恰巧碰到了船难，尽力在河中救了几个人。如果不是随后有人追杀，谁能想到这幕后？你们救出的人当中，就只剩他一个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若不是小侯爷恰巧路过，愿意援手，只怕我们几个也未必能逃到这里。是，这个你们放心，我好歹还算有些身份。游历山水偶然到此，是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。这个院子目前也没人注意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小侯爷。小侯爷，您总不能一直把他们藏在这儿吧？这位兄弟说的没错，如此罪行，岂能由得他遮掩？我们必须要想办法逃出去举报。我虽是个军中闲散子弟，但我也知道，这样的事情，幕后的水一定很深。就算你们侥幸逃出了大同府，那下一步，你们该向谁举报才能万无一失呢？州台、督府，还是京城？
二位慢走。有劳了。客官，您看这坛酒糟吧？这坛酒，站住！不要追捕人犯，所有人都给我原地待着。城关前堂后院，但凡看见人，全部先行后院。是。靠边站，都别动啊！往后，往后退。走。林姑娘，我承认我是得罪过你，可我也道过歉了，你不用一直跟着我吧？从甘州营到现在，你跟我一直前后脚走着，你不会告诉我是巧合吧？我说你不会想一直跟着我到大同府吧？大同府河段出事那一晚，除了3艘军资货船沉没以外，还撞翻了附近的一艘小客船，船上有5位季风堂的大夫，2人遇难，3人失踪。2公子有前往大同府的缘由，我季风堂也有。抱歉啊，我这真的不知道。林姑娘，我刚刚就是开个玩笑，我不会真的以为你要跟着我的。走啊！走吧，又要赶路了。你不是说要去沉船的地方吗？何必跟着我进城？我是想去沉船的地方找找线索，但也不急这一时啊，还是先亲眼看你回了季风堂才放心。前面就是季风堂。这位小哥，听说这家大夫很好，我专程赶过来求医的，怎么关门了？哎呀，你运气不好，就来晚了1天。昨儿啊，有个杀人凶犯逃命，刚好就逃进那家药房里头。府衙官兵啊进去捉拿，一番打斗，砸的是乱七八糟的。再等等吧，里面且得收拾好几天才能开门呢。多谢，不客气。城门口有官兵在盘查，你们季风堂要出这种事，看来咱们2个暗中走这一趟，还真是来对了。走吧。林姑娘，云姐，哎呀，
林姑娘，您可算是过来了。这里面有人啊！我知道。小侯爷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官差已经搜查了所有的客栈酒楼，迟早是要搜到咱们这个小院的。只是这么躲着，真的不是个对策呀。军资沉船，就算只是单纯的意外，京城也会派人来核查的。更何况这件事还有如此多的疑点，上头派人来是迟早的事。别着急，再等等吧。哎，小侯爷，可是京城离这儿路途遥远，这万一要是特使没来，被他们先发现了，那小侯爷您的安危可怎么办？就算最后被他们发现了，谁还敢拿我怎么样不成？小侯爷，小侯爷仗义援手，我等已不胜感激。若是将来实在走脱不开，我等自会先行离去，绝没有连累小侯爷的道理。程大夫，我身为皇室宗亲，既得锦衣玉食，自然雅担家国之责。遇上这样祸害边境安危的大事，难道不是我萧氏子弟应该管的吗？不知程大夫这“连累”二字，究竟从何而来？在下刚才说错了话，还请小侯爷见谅。小侯爷，咱们刚从京城出来的时候，那太夫人可是特意叮嘱过我的。太叔，你是不是也跟母亲一样，觉得我就只能闲散度日，别的什么事都做不成啊？不，阿太不是这个意思。再说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我已经卷入此事当中了。事已至此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主动出击。小侯爷，你要做什么事啊？啊？按你的说法，带队前来搜查的是大同府姓钱的参领，他一下子扣住了所有人，但逐一核查之后又并没有抓走人，是吗？对。可见那位钱参领很清楚自己要找的就是你们季风堂失踪的那3位大夫。不过既然他还在到处找人，就说明咱们来的尚不算晚。云姐，去给客人收拾一间屋子吧。啊，好。唉，天气如此晴朗，晚上一定是月华如水，倒还挺适合去府衙走一趟呢。你是怀疑府台大人也被卷入了？虽说能调动驻地五品参领的人，并不只有大同府的张府尹，可单看咱们进了大同府地界后，这5步一查10步一岗的阵势，我就不信他府台大人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样？月华如水，最是难得。林姑娘，晚上一起去赏个月吧。不去。为什么？今天是初一，哪来什么月华如水？你自己去吧。这些人是不是已经逃出大同府地界了？不可能！我当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封锁全境。据说那个船老大腿上还有些轻伤，他们若是往外逃，早就被我追上抓住了。唯一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潜回了城中，静等风声过去。这些人连季风堂药铺都没有回去，可见谨慎。加上又都是本地人，偌大个城池，安心要隐藏，确实没那么好找。
这原本说好的，军资过境，由兵部押运使担负主责。就算在我的境内出事，只要让他们以为是意外，落在我头上的惩处便不会太重。只等日后事过境迁，恩师自会安排提拔。可现在呢？现在不要说提拔，眼前这关口过不去，那可是要命的呀！府台大人，现在不过是走脱了一个人证而已，可回旋的余地还多着呢。现在你就稳不住了。哼，未免早了些吧？万一那些人……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抓刺客！师爷，那是京城的人到不了这么快，想必是北京来的人吧？北京？嗯。有哪里受伤吗？让我看看。没事儿。虽然我是有些轻敌，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幕僚。他的掌风不过是擦肩而过，根本没有击中我。怎么这衣服像是被烧过似的？鬼域无影，幽冥暗火。断同舟。没错，肯定是他。琅琊高手榜上排名第4，根本无人知其来历的断同舟。真的无人知其来历吗？连琅琊阁也不知道？天下芸芸众生，琅琊阁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？像段同舟这样的绝世高手，也不可能轻易为人所用。可见这件事情背后的黑幕，比我原本想的还要深沉。也不知道究竟能牵扯出京城里哪些大人物出来。什么人？袁启。钱参领。秦师爷。白天城里来过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？出事以后，我们日夜严查，并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。倒是有一位贵人。贵人？什么贵人呢？莱阳侯。可是陛下那位早亡的胞弟莱阳王的遗父子萧元启？对，就是他。外出游历至此，今天早上在城门口还碰见他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半个月前吧。半个月前？是，我想起来了。他进城的时候，我们对他并没有仔细的盘查。他毕竟是皇室宗亲，我们手底下的人
也不敢得罪他。这倒奇怪了，也不知道这大同府城内有什么了不得的山水，值得这位小侯爷停留这么久啊。秦师爷，你的意思是？这样，天一亮，召集人手，拜会一下这位小侯爷。参见侯爷。钱参领，不知我这儿有什么事情，值得你一大清早就铺排如此之大的阵仗？福德大人听闻小侯爷被歹人劫持，特派我等前来相救。看到侯爷在此安然无恙，在下就放心了。满口胡言！是谁告诉你本侯被人劫持了？属下也是奉命行事，还望侯爷见谅。院内的歹徒，给我全数拿下！小心些，别让歹徒伤到了侯爷。是。看那边，追密山道。钱三领，北厢房没有？看里边。钱三领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样？里面都找遍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知道了，去吧。侯爷，线报有误，鲁莽打扰，还望侯爷不要怪罪。走。这个凭借。关门。见过小侯爷，见过小侯爷，见过小侯爷，见过二公子，林姑娘。船老大，问过几次，非说等你这位长林二公子来了才敢张口。你说什么？一个人都没找到？秦师爷，此事失控到如此地步，不仅对我性命攸关，对京城的宋大人也是一样。你总得想想办法吧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多少无辜的好心人因为你丢了性命。如果你还想活下来，从现在开始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快说吧。这位是长林府的二公子，现在也只有他能救你的命了。我是官运上的人，跑船10多年了，
做事一向很仔细的。可是前些时日，我家里出了事，儿子欠了很多的赌债。钱参领找到我，他说：“来，叫不叫啊？让王活动来吃饭啊！”看清楚没有？这些钱，够你把儿子捞出来，带着一家老小，找个地方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。这3艘货船，你的船在第1艘，等过虎安峡时，马上将送，朝南，把船横过来。啊，这么做是容易造成3船连撞的。没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搁浅。这船上运的可都是君子啊！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京城里的大人物打肚皮官司，你管那么多？背后还有府台大人撑腰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京城的大人物，看来这背后应该还有更大的黑手在把控。照他这么说，这段同志为什么趟着浑水，我倒也能理解了。这几天，我躲在屋子里想了又想，船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被做了手脚，3船连撞，这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。我眼看着后面2艘船翻了下去，差一点连我这艘船都没能坚持多久啊！当时有风雨，又在那个地方，要不是大夫们的客船恰好路过，恐怕连半个人也救不上来呀。可惜呀，也只救了1时，总共才捞起来7、8个人。本想尽快赶到下一个码头，没想到天刚要亮的时候，就被追杀我们的人给截住了。有你们的证词，大同府的人估计很难脱罪。要是再有点物证，就更好了。可是我听说，有1艘船根本打捞不上来，另外2艘勉强拖上了岸，也已经烂得不成样子，恐怕很难有物证吧？你是说捞上来的船还在？对呀。大人不必着急，就算是最终没有抓到人，不过是走脱了一个人证而已，尚有可以辩驳的余地。陛下生性宽容，处事素来严谨，只要长林王府拿不到物证，未必就是个死局啊。但愿如你所言。物证方面，还请宋大人放心。上次周台派人来督导打捞沉船之事，我担心会被查问，已经仔细的先清理过一遍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书文痕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没有什么书文痕迹留下。什么打捞沉船？他好生生在水里面沉着，你为什么要把他打捞出来？啊？又不是我想捞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虽说是在我的府界之内，可是周台也是要介入的。上面派人督导打捞，我怎么可能拦着呢？备马。是。看来府衙里也有人反应过来了，还是来晚一步。你是说，他直接赶过去全烧了？是啊，咱们根本什么也没干呢。府台大人，请放心，我赶到的还算及时，已经处理干净了。你到底要处理什么？还有什么要处理的？大人是个聪明人，
你不至于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吧？我们原来商定的是让这批货船意外搁浅延迟耽搁几日罢了，只不过当晚遇上了暴雨，一不小心失了分寸，才弄成如今这个地步。难不成是我想错了？难不成宋大人从一开始的打算就是要做这么绝吗？福台大人，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此刻你再说什么原本怎么样，打算怎么样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大人，这位府台大人还真是奇怪，放着船还在岸边这么久不管，怎么突然想起要处置了呢？哎呀，管他什么原因呢？反正现在是已经烧了，烧得一点都不剩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不是一点都不剩，水里好像还有一艘。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已经问过了，沉船附近有乱流，再加上马上要入冬了，水温太低，就算是最好的水鬼也不敢轻易尝试。林姑娘，缘起，我在狼牙山上有个绰号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狼牙天池里的含晶石你们知道吧？那都不知道被我这只手摸出来过多少。所以我在狼牙山那可是大名赫赫，人称寒潭小神龙。你笑什么笑？我不笑，北吧呢？小神龙。哎，他刚刚是不是笑了？啊？哎，你笑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笑呢。去，去。大人，把夫人和公子送走，真的有用吗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我也知道这样未必有用，不过是图一时心安罢了。你一定想清楚这沉船的位置，千万不能画错。这个位置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了。平津此刻在大同府，不知是个什么情形。虽然有季风堂的人相助，但到底还是势单力薄了些。暗访又不是狰狞斗狠，疼了吧？平津一个人去大同府，人少有人少的好处。再说，这孩子做法和想法和你我都不同，江湖气更重一些。我当然相信平津一定有办法能够拿到实证。不过，得手之后呢？从大同府到京城的路途那么远，那些卷入局中的人，就不想谋划些什么吗？
咱们的这一步，现在是不是也该走了？此地离齐州的单柳营已经不远了。好啊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棒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远是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换郎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。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尽凭世界香。两公堂一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由忙。今曾云凭雪浪，夕夜到沙心忙。春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尽凭世界香。两公堂一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由忙。今曾雨凭雪浪，夕夜到沙心忙。换郎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。